我被室友绑定了偷女友系统，他不仅撬走我对象，还把我几十万礼物全算成他的。我发现系统后找他们对质，竟被这对畜生直接推下了天台。柳如烟还向警方作伪证，说我患有重度抑郁，肯定是自杀。在睁眼，我回到了柳如烟要礼物的这天。这一世我要让你们都付出代价。我删掉购物车里的包包，反手就下单了1000只蟑螂。订单刚提交，室友李振就嬉皮笑脸凑了过来。又给柳如烟准备惊喜呢，快说说这次买的啥好东西？没什么，倒是有笔账想跟你算一算。算啥账？3个月蹭我饭卡一共1600，转账还是现金。李振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。你请兄弟吃几顿饭还要钱？你小子怎么变得这么小气巴拉的？上一世你蹭我饭养我女友，这一世我让你连口饭都蹭不到。李振在我旁边耗了10分钟，离开前撂狠话：你不去拉倒，我自己去。想屁吃吧你！钱都花在跟我女友开房间了，还想我管你饭？整个宿舍谁不知道李振爱占便宜，早就把他拉黑名单了。他今天注定蹭不到一口饭，而我也在10分钟后到食堂打了一份大餐，刷光了饭卡里最后几十块。刚坐下开吃，李振就舔着大脸凑了过来。小智，这么巧，我饭卡没词了，用你的刷一下。李振扭头去打饭，在窗口半天却刷不出钱。吃不吃？不吃别占着茅坑不拉屎啊！你没看到他那余额只有3毛吗？根本没钱付。李振当场丢光了脸，气急败坏地冲了回来。你卡里咋就剩几毛钱了？你故意的吧？害我丢死人了！我没搭理李振，他看着我餐盘里的肉，厚着脸皮就要蹭，掏出一个盘子坐到了我对面。算了，我不跟你计较，一起吃。看着他伸过来的手，我对着餐盘就是一个惊天大喷嚏，食物残渣瞬间喷了他一脸。李振当场懵在原地，筷子悬在了半空。抱歉啊，被某人的穷酸口气熏感冒了，没忍住。卧槽，你特么！话还没说完，李振干呕着冲去洗脸洗手，等他洗干净回来，我早就吃完溜了。最后李振没蹭到一口饭，只能等食堂快没人时，偷打了5份免费紫菜蛋花汤，喝了个水饱。结果课堂上频繁跑厕所，同学看他的眼神都变了。可怜呐，年纪轻轻的就不行了。就在这时，女友柳如烟的消息弹了过来，待会学校门口咖啡厅见，有话跟你说。刚签收蟑螂，就迫不及待来我面前炫耀渣男的礼物了。我如约坐到了柳如烟对面，他就趾高气扬地把快递盒拍在了桌上。你看看，李振又送我礼物了，你作为男友难道一点也不感到羞耻吗？他明知道你有男朋友，还老是送礼物，不是心怀叵测是什么？你知道你差在哪吗？人家一个普通朋友都比你上心。上一世我到死才懂，柳如烟根本不是傻，只是把我当成了提款机。就在这时，李振推门进来，很自然地坐到了柳如烟身旁，一脸得意地看着我。这么巧啊，没打扰到你们吧？李振想让我跟上辈子一样抓狂赶他走，再被柳如烟啪啪打脸。可他没想到我根本不理他，而是将手机对到了他面前。快看，这里有个沙比到处蹭饭，蹭不到就喝免费汤，跑厕所跑到腿软，笑死人了。你小子故意的！柳如烟赶紧打圆场。崔智，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你和李振的差距有多大。看着柳如烟的动作，我起身默默地往后退了几步。柳如烟看我这个样子，更是气不打一处来，拆快递的动作更用力了。柳如烟和李振同时发出惨无人道的惊呼，带着蟑螂跳上桌子跳起了舞，整个咖啡厅乱成一锅粥。而我早就退出咖啡厅，头也不回地回宿舍睡觉。结果刚躺下，电话就响了起来。你好，崔智，有人报警指认你故意买蟑螂吓唬女友，给咖啡店造成了巨大损失，你赶紧来现场一趟。等我到了咖啡店，只见柳如烟和李振鼻青脸肿，正被店员围在中间。李振看到我后，瞬间红了眼。警察同志，他才是罪魁祸首，蟑螂是他在网上买的，是他要害我和如烟。面对指控，我直接掏出手机递给警察。然而查完所有平台，警察都没查到和蟑螂有关的订单。能看到就有鬼了。亲爱的，不是你约我过来一起拆李振送你的礼物吗？难道你们没看李振的手机吗？然而李振仿佛早有预料，他得意地举起摔碎的手机。我的手机刚才被摔烂了，崔智，你是心虚了吧？以为把订单删掉就没事了？付款记录删不掉吧？摔碎手机就想赖账，我早留了后手，你的账号就是我的证据。我直接将购物账号切换成了他的，接着将手机递给了警察，上面李振下单的明细一目了然。李振见状，二话不说就想抢，却被警察一把拦住。李振，我和如烟拿你当朋友，为什么你要买这种东西害我们？你肯定是用我账号故意下的单，那上面的付款账号又不是我的，难道我还知道你支付密码不成？李振还想狡辩，可看到警察审视的目光后又缩了回去。柳如烟见状，立马装出一副受害者的模样，哭哭啼啼地凑到我身旁。崔智，我不知道他买了什么，我都被吓死了，你赶紧把单买了，我要回去洗澡。买什么单？我又没在这吃东西。说完我扭头就走，几个店员和一个店长围上来把我拦住。别走，先把单买一下。清理蟑螂以及造成的损失共计3万。警察叔叔，强买强卖管不管？我可是啥都没点，难道进来坐一坐就要赔钱？在民警严肃的目光里，店员们又把柳如烟围了起来。崔智，你连这点担当都没有吗？阿振吃你2口蛋糕，你就这么斤斤计较？你算什么男人？我对你太失望了。都到这份上了，还想道德绑架我？想屁吃吧！那你可以再失望一点。各位，赔偿记得找这个女星要哦。说完，我径直离开。之后几天，李振和柳如烟没了消息，直到这天，柳如烟突然给我发了个金条链接，又
准备薅我羊毛。这块金条就当咱们以后结婚打3金的材料，才3万多，我替你省了不少钱呢。我家条件是好，但也不是给他造的。我突然发现，这段时间柳如烟跟我要的礼物全是能变现的，名牌包、女士表，还有现在的金条，而且从来没见他用过。我立马登录李振的网购账号，在二手交易板块看到了我送的那些东西全被他卖了。李振都穷到蹭饭了，肯定是柳如烟节流了大部分，补贴他那重男轻女的家，俩人根本就是合伙套我钱。我当即给柳如烟妈发了条消息：阿姨，我给柳如烟买了金条，留着以后打3金用，我一定会真心对柳如烟好的。接着又给柳如烟回了一句：好的，宝贝，金条一会儿给你送过去。我顺手截了图发给了他妈，他妈秒回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他的火气。这个死丫头，她还想自己存着，没把我这个当妈的放在眼里吗？她就没想过，她弟弟还要娶媳妇，这个赔钱的玩意儿。没几分钟，柳如烟的电话就疯狂打过来，我直接静音，拿起备用机打游戏，她的信息一条接一条。我妈怎么知道你要给我金条？你都没给我，她跟我要什么？你的嘴是不是有病？要么你赶紧买了给我送过来，要么咱俩就分手。我受够了你这种斤斤计较的男生。他现在要从老家来找我拿金条，你负责给我解释。大狗咬小狗喽，这戏看着才过瘾。等我打完1局游戏才给他回了一条：明天李振就出来了吧？到时候送给你一个大惊喜哦，比金条刺激多了。他疯狂追问是什么，我直接拍了张房产证封面发过去。柳如烟瞬间激动了：房子真的吗？亲爱的，上面是谁的名字？保密，明天就告诉你。房产证当然是我的名字，但我刚说要送他，系统就把名字改成李振的。这个房子你们可要好好享用啊！这房子是我托干二手房的朋友找的法拍房，里面住着一对大爷大妈，儿子欠钱跑了，二老赖着不走，还靠碰瓷为生。大爷还爱骚扰女生，谁来收房谁倒霉。之前的房主全被他俩逼得赔钱转卖。李振被放出来后，跟柳如烟签了欠条，才跟咖啡店和解，还没毕业就背了几万外债。可他回宿舍却兴奋得很，追着我问房子的事。崔志，你给如烟准备的是哪里的房子？房产证让我看看，你放哪儿了？那么小气干什么？我全程玩手机不理他，急得他抓心挠肝。到了柳如烟订的餐厅，他一落座就从我包里翻出房产证，李振立马凑过来，房产证上是李振的名字，两人当场抱在一起亲上了，完全把我当空气。崔志，你不会在意吧？我俩可是最好的兄弟。某些人还不知道反思吗？说好的金条连根筋毛都没见着，现在人家阿振都给我送房子了，再这样下去，你打一辈子光棍吧。面对柳如烟的嘲讽，我毫不在意，恨不得两人绑在一起。恭喜二位喜提新房，不如赶紧去看看。二人这才想起来这茬，饭也不吃了就出了饭店。一路上两人搂搂抱抱，李振还不忘对我冷嘲热讽，一毛不拔，还有脸跟着看房也好，让你看看什么叫阔气。崔志，你给李振的房子里置办好最高档的新家具，我考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还想要新家具，马上就让你们看个够。到了房子门口，两人才想起没钥匙。钥匙呢？你怎么没给我？你买的房子跟我要什么钥匙？难道这里面有隐情？李振被问得哑口无言。这时屋里传来动静，李振立马怒了上去，就是砰砰砸门。谁在我家？赶紧出来，不然我报警了。我战略性后退到楼梯口，中介可早就提醒过我了。大爷大妈口味挺重的。柳如烟躲在李振后面，还满眼星星的看着他。就在这时，门开了，一盆黄褐色的液体直接泼了过来，全浇在李振和柳如烟身上，一股酸腐味瞬间弥漫楼道。李振和柳如烟满身满脸都是不明液体，站在原地愣了几秒，接着就趴在地上疯狂干呕了起来。早就告诉你们了，谁再敢来，我就把浇地的生物肥都给他留着。哪来的狗男女？这个房子谁也别想惦记。李振挣扎着摸出房产证，这房子是我的，你们这是强占民房。话音刚落，又是一桶生物肥泼了出来，直接灌进他嘴里。李振当场吐了一地，柳如烟更是直接趴地上翻白眼了。我闻着那味实在顶不住，悄悄溜进电梯跑了。有洁癖的李振，爱漂亮的柳如烟，这下爽了吧？李振当天直接没回宿舍，柳如烟的闺蜜给我打电话，说柳如烟呕吐脱水被送到急诊了，要我赶紧去把医药费交了。李振不是和柳如烟在一起吗？李振被警察带走了，因为他洁癖犯了精神崩溃，把大爷大妈的衣服扯烂拖到小区广场，二老被看光后当场晕了过去。听着对面欲言又止，我急忙打断施法。房子是李振的，大爷大妈是他搞的，柳如烟又是大爷大妈搞的，这件事跟我有半毛钱关系吗？我没给他开口的机会，挂了电话直接关手机睡大觉。我睡醒后打开手机，上面全是柳如烟和他妈的未接电话。我先给他妈回了一个：阿姨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小志啊，我大老远从老家赶过来，结果怎么都找不到如烟，她电话怎么都不肯接，是不是跟你在一起？还是这个死丫头想独吞金条？那肯定不能，她昨天生病了，现在在市医院呢。挂断电话，我将自己伪装了一下，买了束花去医院看热闹。到了急诊室，里面早就闹翻天了。柳如烟妈正扯着她的头发扇她的脸，嘴巴一张一合，仿佛在夸她长得漂亮。金条呢？金条放哪儿了？说不说？柳如烟刚想开口，又被母爱的巴掌摁回去了。说不说？你就是看不得你弟弟好，生你的时候就该把你喂狗，把你弟弟的金条拿出来。柳如烟脸肿得跟猪头似的，嘴里含着东西似的辩解。我每个月
月在崔志那里要的钱都给你打过去了，你还想要什么？我现在饭都要吃不起了，你还跟我要金条，崔志根本没给我。柳如烟妈压根不信，又扇了他2巴掌。就在这时，李振突然冲了过来，把柳如烟护在了身后。你干嘛打我宝贝？你又是那个崔志呢？崔志不爱柳如烟，我才是柳如烟的男朋友。柳如烟妈上下打量李振，看他一身衣服不到200块，当场就怒了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打我闺女的主意？你有100万彩礼吗？你有大平层大豪车吗？我有对柳如烟100%的爱，我要跟她白头偕老，一辈子对她好。说着，李振就拿起病床边的水果刀。这时2个精神科医生和警察追了过来，赶紧喊他别冲动。柳如烟妈却在一旁跳着骂李振是癞蛤蟆。李振情绪越来越激动，突然一个200多斤的身影冲了上来，直接把他顶飞了出去。我姐要嫁有钱人，我姐的100万彩礼是我的，你个穷逼滚啊！李振被砸得头晕眼花，水果刀也被撞飞了。警察赶紧上去把他控制住，李振还在地上挣扎哀嚎。柳如烟看他的眼神里满满都是厌恶。民警问他和李振什么关系，柳如烟立马翻脸：我们就是普通朋友，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这样。我有未婚夫叫崔志。终于该我出场了。我整理了一下衣服，抱着一束花走了过去，在众人呆愣的目光中，我把花放在柳如烟床头。如烟，这是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。你和李振亲嘴住酒店我都可以忍，但我忍不了你说爱他不爱我。抱歉，我准备的100万彩礼不能给你了。柳如烟妈和弟弟一听100万没了，当场就炸了。啥？你敢和那个穷小子亲嘴，还住酒店？你怎么这么不要脸？你有没有考虑过你弟弟？我没有，我从来没有背叛过崔志。你有没有看看这束花就知道了？我只是帮人送花的，不信你们自己看送花人名字。柳如烟妈一把扒开花束，看到送花人是李振，卡片上还写着早日康复。东门4星酒店房间一开，这当然是我写的，现在已经被系统改成了李振的。他妈当场又抡起巴掌扇柳如烟，柳如烟瘫在病床上，脸肿成了猪头，连话都懒得说了。而他弟弟趁警察不注意，又冲上去把李振压在身下，一拳一拳砸在他要害。我让你睡我姐，还我100万！没几下，李振就口吐白沫晕了过去。警察和医生赶紧拉开他，一个警察留下陪李振抢救，另一个把柳如烟弟弟押上了警车。柳如烟妈哭天抢地追着警车跑，他还是个孩子，不能留案底啊！整个病房瞬间安静下来。柳如烟看到我，立马挤出一个难看的笑，开始装可怜。阿志，晚上我想吃食堂的鸭腿饭，你给我买了送过来好不好吗？我最喜欢吃你给我买的饭了。吃你3姥姥个腿！说完我转身就走。柳如烟闺蜜买了早饭从外面回来，看见是我，当时就拦住路，让我去把医药费结了。我把零余额的饭卡塞进她的早饭袋子里，这个卡拿去用，密码438666。闺蜜眉开眼笑放我走了。很快她的电话就打了过来，肯定是发现了饭卡的秘密，我直接拉黑。想让我当冤大头，门儿都没有。第二天一早，柳如烟就偷跑出医院了，她堵在我宿舍楼下给我打电话。我都记起来了，那些礼物都是你送给我的，不是李振，我们复合好不好？你觉得我会原谅一个一边享受着我的付出，一边让李振爬床的女人？滚吧！说完我挂断电话，打开网购账号，发现那些订单都回来了，应该是李振的系统失效了。难怪会来复合。上一世我傻傻的认为只要我付出更多就能挽回这段感情，重生一次我才明白，真正的感情不会因为礼物而改变，虚假的感情却会因为礼物而变质。本以为柳如烟会就此放弃，可令我没想到的是，晚上我下楼时，她不仅用蜡烛摆了一个心，周围围了不少人，她哭着对我深情表白，我们重新在一起好不好？在一起，在一起。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表演。柳如烟见状不对，一把抱住我，我愿意把我的命给你，你愿意把你的命给我吗？听上去浪漫的一句话，却让我警惕心大起。柳如烟眼神里闪过的一抹怨毒，跟李振看我的眼神一模一样。难道李振的系统根本没失效？原来偷的是礼物，现在怕是连命都能偷了。我紧紧闭着嘴，一言不发往外走，可柳如烟却并不想放过我。崔志，你到底愿不愿意？你能不能像个男人，一句承诺都不愿给？听了他这些话，我更加确定了心中的猜想，李振的系统绝对升级了，可以偷走生命和命运。就在这时，柳如烟妈迎面冲过来，拉着我就要走。你干什么？好孩子，阿姨有点事问你，咱去天台说。天台？又是天台？上一世我就是在天台被推下去的。我怎么可能听他的？甩开他的手就走。我拐进自习室，这里人多，他们不敢乱来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我忽然看到窗外李振的身影一闪而过，又看到那个200多斤的身影跟在后面，明显是在找我。他们不是被抓了吗？难道他们现在的目标变成了我一个人？我心中有了主意，于是偷偷从自习室后门溜出去，戴上帽子和眼镜跟在李振身后，也听到了他和柳如烟弟弟的谈话。咱俩都签了谅解书，之前的事一笔勾销，我下面受的伤我自己处理，你也别再拿你姐要挟我。等我偷走了崔志的命，他的钱和房子都是我的，到时候给你100万。好，就这么说定了。我跟在后面冷笑，转身直接上了天台，给柳如烟发了条信息。我在 A 楼天台，你上来吧，我有话对你说。不到10分钟，柳如烟几人全挤上了天台，4人看我的模样，就像饿狼盯着肥肉。崔志，你想清楚了，你愿意把命给我吗？在此之前，我有几个问题想问。你问，赶紧问。阿姨，我愿意跟如烟过一辈子，你愿意把命给我吗？愿意，咋不愿意呢？你赶紧说你的事吧。我没理会他，接着又问柳如烟弟弟，小舅子，我给你出100万彩礼，你愿意把命给我吗？
柳如烟弟弟刚想摇头，就被他妈一巴掌扇了回去。姐夫，别说我的命了，我下辈子都给你当牛做马。你快说，你愿不愿意把命给我姐？听到二人都答应了，我笑得更灿烂了。既然二位的命都属于我了，那我决定把阿姨和小舅子的命送给如烟。空气突然静了，一股怪力直接缠上这娘俩，俩人当场脸白如纸，瘫在地上不动了。见状，柳如烟急了：崔志，谁让你说这个了？我问的是你的命，你的命啊！他没发现自己苗条的身材正迅速臃肿，白皙的脸上爬满麻子。李振冲过来想推我，却被自己的腿绊倒，低头一看才发现自己竟胖成了200多斤。崔志，你太毒了，我要弄死你！我没有理会他，而是凑到了柳如烟弟弟耳边。你们都知道李振有系统吧？但你们不知道，这系统只有他挂掉，才会转移到身边人身上。现在你快完蛋了，这系统可是你逆天改命的唯一机会。柳如烟弟弟涣散的瞳孔突然爆发出金光，拼尽最后一点力气冲向李振。我要系统，我要用系统偷走你的一切！李振这个死太监，不配拥有系统！他猛地撞向李振，俩人都是200多斤的体重，直接滚向天台边缘，一起摔了下去。柳如烟拿出小镜子，也看到了自己的样子。不可能，这不是我，崔志，都是你害的我，你去死！我轻轻一闪，他直接从天台跌了下去。下一刻，我感觉身上的无形枷锁被打开了，系统彻底消失了。上一世的仇，今天终于报了。